随身听、任天堂的 Game Boy、波盘电话机、拍立得，这些估计90后都印象模糊的老物件，用乐高能还原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吗？塔王组的老哥选择了许多人的童年梦想——掌机鼻祖 Game Boy。目前全新品的售价是，好家伙，谁说电子产品不能升值的？姐姐组这边同时扑向了拍立得，扫一眼就会知道，这些物品里复刻难度最低的就是这个没有啥曲线弧度，而且颜色简单清晰的拍立得。最难的地方就是背部金字塔状的斜面。说到难点 ，Game Boy 底部的圆角是一个，还有游戏机的绿色屏幕咋做啊？按钮呢？塔王组的老哥马上有了一个天才想法，用警察人仔的帽子做游戏机的按钮。但3个小时过得很快，时间截止，我的天！两组的还原度都高到我需要花几秒钟来辨别哪个是真的。先来看塔王组这边的 Game Boy， 这个屏幕处理太巧妙了，荧光绿再盖上蓝色的玻璃板，直接改变了砖块的颜色。警察人仔帽子做成了按钮上的磨损，就好像平时把玩的痕迹一样。游戏卡、左右的按钮、底部的耳机孔，我都想替评委喊一声 Amazing。正当我感叹塔王组的 Game Boy 太完美的时候，评委这边发现了滑点。It's quite a lot thicker than what the real Game Boy is. In fact, it's almost a whole brick thicker. 姐姐组这边的拍立得也给我看晕了，这不是一模一样吗？闪光灯部分是嵌入了黄色的发光砖，背部的斜面做成了梯形，而且他们竟然用半透明的零件将拍立得的 logo 也做了出来，差点都忘了这是被淘汰的两组，很难想象其他组来搭会是啥样。最后由评委来复活做得更还原的一组。So far in LEGO Masters, you haven't won a build. That's changed. Welcome back. 啊，我的塔王组，难度更低但还原度也更高的姐姐组重返赛场。塔王组几乎攻克了 Game Boy 的所有难点，最后死在了厚度上，哎，太可惜了。也许你没看过星战，但你肯定见过绝地武士拿着 LED 灯管互殴的画面，肯定也听过这一句 May the fourth be with you。 英文听懂了吧？别太放肆，没什么用。专家。本期主题是8小时内设计出一个星战飞船载具，听着简单，做着难。我都怀疑这一集是不是乐高设计师搞不出星战新套装来找灵感的。长发老哥一脸娇羞的抽到了头号反派达斯维达，以他们平时的铁直男搭建风格，星战主题还抽到反派，真的是过年了。他们的船叫帝国风暴登陆舰，一艘运送风暴白兵的船，因此也吸引了现场巡逻的白兵前来围观。他们本来想用机翼立住船体，中间悬空，可惜的是没成功，最后还是肚子着地了，但问题不大。这感觉有帝国那味儿了。小白兵跪在 BOSS 达斯面前，感觉下一秒就要被原力锁喉了。达斯维达身后带着红色的皇家禁卫队员，没看过星战也能看出妥妥的反派。金发组他们抽到了正派卢克，眼镜小哥是星战的狂热粉丝，他们计划做卢克带着机器人同伴的双人战斗机。金发组的作品结合了星战中的雪地战机 XE、AE 的元素，这艘星际战斗机刚刚击中一架敌军的飞机，爆炸在他们的正前方。作为全场最小但也最精致的作品，评委直接指出了一个设定 bug。 I don't think the light side could afford to make or produce ships like this. It's almost like it's too good a ship. Yes。 来，这一期接着搞星战的飞船。姐姐组抽到的是正派 Rey，3部星战的女主角，最开始在沙漠中捡破烂生存，真就开局一双手，装备全靠捡呗。所以妹子们决定做一艘 Rey 的拾荒船。Rey 坐在驾驶舱里，为了生存在干燥荒凉的沙漠中捡垃圾谋生。和小机器人 BB8 一样配色的拾荒船拖着一台废弃的 AT-AT， 身后还有一个白兵试图阻止他们拖走 AT-AT， 有点可爱。这3个层次的故事必须是全场最佳了。要说唯一的 bug， 可能是 Rey 拾荒时期开这么豪华的船，是不是有点离谱了？不过假库星有新建坟场，就像在迪拜一样，捡个破烂月入100万也是有可能的。夫妻组抽到的是反派凯洛伦。妻子完全没看过星战 What is a Star Wars？ 这一下搭建任务全都落在丈夫身上了。丈夫计划做一个带叶片的，用来诱捕绝地武士的球形飞船。他想把反派飞船做出尖锐锋利的感觉，使用了很多机械组将尖头固定在船上。达斯维达坐在驾驶舱里，将抓捕到的绝地武士扔进牢房，带回去审问。夫妻组的船是全场最大的。评委将盖子拆下来，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复杂的机械组，但可惜的是，他们链接处用了蓝色的销，破坏了整体色彩的和谐。下一期冠军作品不愧是金砖组，竟然连船舱里面都做出来了。